21世纪仍保留国王的10个国家，泰国排名第3，沙特排第2。第1名让人意外，99%的人都不知道。从欧洲的古老王室到中东的绝对君主，再到亚洲的立宪国王，这些保留君主制的国家各有各的特色与故事。那么在这么多的君主国里面，究竟哪一个才算得上是最有代表性的、最吸引大家眼球的呢？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10个国家。第10名，梵蒂冈。梵蒂冈的存在非常特别，作为21世纪还保留着国王的10个国家之一，它的独特之处真是没谁了。这个国家的面积只有 0.44 平方公里，是地球上最小的国家，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的西北角。梵蒂冈是几个著名的国中之国之一，它的存在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奇迹，更是一段历史与宗教紧密交织的缩影。梵蒂冈的主权国家地位始于1929年，这一年签订的拉特兰条约正式确立了梵蒂冈成国的主权地位，并将其确立为全球天主教的中心。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梵蒂冈的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威密不可分。1984年，梵蒂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它那深厚的文化与宗教价值成为了全人类共享的珍贵宝藏。梵蒂冈的国王跟别的国家君主可不一样，他的身份是教皇，也叫做教宗。教皇的崇高地位与权力充分彰显了梵蒂冈的独特性。他不仅是国家的最高元首，更是全球天主教的精神领袖。教皇的称号教宗意为爸爸，象征他是全体天主教徒的父亲。在伦理与信仰层面上，教皇被认为是不会出错的人，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拥有最高的立法权与司法权，不仅可以制定或废除教规，还能任命主教及教廷成员，其影响遍及全球。梵蒂冈的影响力远远超越其国土的界限。作为天主教的圣地，教皇在欧美任何天主教国家都会受到最高的尊崇。无论是宗教仪式还是国际政治，教皇的身影都不可忽视。梵蒂冈虽小，却以其深远的宗教与文化影响力，成为21世纪仍保留国王的国家中最引人注目的存在之一。第9名，汤加王国。这个位于太平洋西南部的海岛国家拥有172个岛屿，虽然仅有36个岛屿有人居住，但其历史与文化却格外引人注目。作为大洋洲唯一一个仍保留君主制的国家，汤加自1875年起便实行君主立宪制，并在1970年从英国殖民统治中独立。1999年正式成为联合国成员国。汤加的君主制历史可谓悠久而独特。早期的汤加国王掌握着极大的权力，国王是国家政治与经济的核心。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制度逐渐发生改变。从乔治·图普五世时期开始，汤加进一步推动民主改革，国王开始任命庶民为首相，并逐步将行政权力下放。如今国王已成为象征性的国家元首，更多的代表着汤加的文化与历史传统，而不再直接干预国家的日常治理。汤加王室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点，那就是历代君主的身高。由于家族基因十分优良，汤加的国王个个身材高大，这一鲜明特征也让汤加王室在国际场合中格外引人注目，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此外，汤加王国对于国内的文化传承与宗教信仰非常重视，特别是在基督教的推广过程中，汤加国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也使得汤加被称为太平洋上的基督教国度。第8名，荷兰。荷兰它是地球上第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它在历史上的地位无可撼动。早在荷兰帝国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创办了地球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开创了全新的经济模式。荷兰盾更是成为历史上第一种国际货币，象征着荷兰在全球经济中的引领地位。然而，这样一个以自由著称的国家，却同时拥有自己的国王，这无疑为人津津乐道。自1815年以来，荷兰便一直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并延续至今。现任国王威廉·亚历山大于2013年即位，成为这个国家的象征性领导者。虽然从法律上来看，国王仍保有任命政府成员的权利，但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如今的荷兰政府基本由议会选举产生，接着由国王正式宣布任命，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权力。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君主制传统，荷兰却从未停留在过去，而是一直以开放和创新的精神面向整个世界。这种既坚守传统又敢于变革的特点，使得荷兰成为全球最独特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之一。第7名，卡塔尔。
在很多人看来，拥有丰富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并坚持保留君主制的国家，往往被视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典范。卡塔尔，这个位于西亚阿拉伯半岛的酋长国，正是如此。三面环抱波斯湾，南方接壤沙特阿拉伯。1971年宣布独立后，迅速凭借能源资源崛起，跻身全球备受瞩目的富裕国家行列。卡塔尔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达8.39万美元，不仅在亚洲独占鳌头，更是在全球高居第6位。这样的经济成就让许多国家都难以企及。2022载，卡塔尔更是成为了中东地区头一个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国家，向全世界秀出了它惊人的财富实力与组织能力。然而，这一切的荣耀并非一蹴而就。自19世纪以来，卡塔尔一直由阿勒萨尼家族统治，现行制度被称为君主立宪制，但实际上更接近于绝对君主制。现任国王阿勒萨尼兼任国家元首，拥有极高的权力。他的家庭生活也颇为引人注目，已迎娶3名妻子，并育有13位子女。这一传统贵族气息浓厚的家庭结构，充分体现了中东地区对宗教与家族观念的重视。第6名，柬埔寨。在21世纪依然保留国王的10个国家中，柬埔寨以其独特的选举制君主制位列第6。作为中南半岛上的一个邻国，柬埔寨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同时它也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重要成员之一。柬埔寨王国的政治体制属于君主立宪制，国王作为终身国家元首，在宪法中被赋予了象征性的地位。它既是民族和平与稳定的象征，也是国家繁荣与团结的代表。尽管名义上身兼军事最高统帅，但实际上国王并不直接参与国家治理，而更多的扮演着精神领袖的角色。与其他世袭君主制国家不同，柬埔寨是全球极少数通过选举产生国王的国家之一。根据现行体制，只有年满30岁且为西哈努克家族后裔的成员才有资格被推选为国王。现任国王诺罗敦·西哈莫尼便是其中之一。他于2004载登上了王位，成为柬埔寨的第6位国王。据说当时的西哈莫尼国王并不是自己愿意当国王的，而是因为家族和国家的需要，大家推选他出来的。如今这位70多岁的国王依然没有结婚，并且长期居住在北京。这一点让他成了全世界国王里一个特别的存在。柬埔寨的历史深刻影响了其君主制度的演变。自1953载脱离法国殖民统治独立以来，柬埔寨政治局势多次动荡，但象征性的君主地位却始终在国家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国王既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也是连接古代高棉文明与现代柬埔寨的重要纽带。在当今的柬埔寨社会中，虽然国王的政治权力有限，但其象征意义不可忽视。无论是国内重大仪式，还是国际交流场合，国王的存在始终是柬埔寨向外界展示其历史延续性与文化传承的一面旗帜。第5名，丹麦，是一个面积仅有 4.3 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600万的北欧小国，却以高度发达的经济、悠久的历史与独特的制度设计，在全球国家中占据了颇为特殊的一席之地。作为一个21世纪仍保留国王的国家，丹麦的存在不仅仅是历史的延续，更是北欧文化与现代民主完美结合的典范。丹麦由本土、法罗群岛和格陵兰岛组成，与德国共享唯一的陆地边界。这片土地上经历过无数次的风雨变迁，尤其是在2战期间，1940年宣布中立的丹麦遭遇德国威瑟堡行动的闪电入侵，仅仅4个小时便宣告投降，创下了2战最快投降的记录。然而，丹麦却在战后迅速复苏，凭借民主制度与社会福利体系重新站稳了脚跟，成为全球幸福指数名列前茅的国家之一。丹麦实行君主立宪制下的议会民主制，国王仅保留象征性的职权，并担任丹麦教会的最高领袖。现任丹麦女王是玛格丽特2世，她自1972年即位，成为丹麦历史上的第2位女王。而上一位女王还要追溯到14世纪的玛格丽特1世。玛格丽特2世以其优雅的形象、卓越的艺术造诣以及对国家政务的深切关怀，深受丹麦人民的衷心爱戴。随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离世，丹麦也成为当今世界上唯一拥有女性君主的国家。这一事实更为它增添了独特的地位。第4名，西班牙。在21世纪的欧洲，西班牙依然保留着国王制度，彰显其悠久的历史与传统。这个位于欧洲西南部的国家有5/6的领土分布在伊比利亚半岛，
仅次于法国，是欧盟面积第2大的国家。同时，作为欧盟人口第4大国，西班牙凭借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多元的民族风貌，在现代世界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回顾历史，西班牙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16世纪末，随着1581年葡萄牙的并入，西班牙的领土达到巅峰，横跨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即便在今日，西班牙语仍然是全球第3多人口使用的语言，也是第2多母语人口的语言。这一语言优势为西班牙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随着历史的更迭，西班牙的国力逐渐衰弱。1898年美西战争的惨败，让西班牙几乎丧失了所有海外殖民地，彻底结束了其帝国时代。而1931年，国王阿方索13世被迫退位，标志着西班牙君主制的短暂中断。如今，西班牙实行的是议会民主制，并与君主立宪制并存，国王作为国家的象征继续保留。现任国王费利佩6世于2014年登基，他是通过父亲胡安·卡洛斯1世的退位禅让而继承王位。作为国家元首，费利佩6世在西班牙宪法中被赋予了重要的象征性职责，并且同时担任军队的统帅，象征着国家的统一与传承。尽管现代西班牙国王已不再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但王室的存在本身依然对国家传统与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第3名，泰国。如果没有泰国王室，泰国或许早就失去了它那份独特的魅力。倘若没有王室的存在，泰国的历史脉络将难以如此完整的呈现。这是许多泰国学者对王室所持的看法。诚然，泰国作为东南亚地区唯一一个未曾被殖民过的国家，王室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泰国现任国王马哈·哇吉拉隆公于2016年正式即位，但他所面临的王室挑战却前所未有。这一现象引人深思。泰国位于中南半岛中部，古称暹罗，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然而，泰国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始于19世纪末，当时国王朱拉隆功引领泰国成功避免了列强的殖民侵略，并推动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例如废除奴隶制，引入现代法律制度，并促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说，朱拉隆功国王的改革为泰国奠定了现代国家的基石，也使泰国成为东南亚唯一一个保持主权独立的国家。到了1932年，随着暹罗立宪革命的爆发，泰国王室的权力被大幅削弱，从原本的君主专制转变为君主立宪制。根据泰国宪法规定，王室不得涉足政治，必须保持政治中立。然而在实际情况中，王室的影响力依然广泛而深刻，特别是在文化、宗教和民众的心理层面，它的地位稳固，难以动摇。第2名，沙特。在当今现代社会里，尽管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已实行共和制或者采用了其他的政治体制，但还是有少数国家依然保留着国王，并且延续着君主统治的古老传统。在这其中，沙特阿拉伯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例子。作为全球最主要的石油出口国之一，沙特不但在经济领域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其独特的君主制度与文化风貌更是令人过目难忘。沙特阿拉伯王国于1932年由伊本沙特所建立，并以君主专制的形式延续统治至今。该国恪守伊斯兰主义的基本原则，法律与社会规范深受伊斯兰教的深刻熏陶，至今仍然保留着一些极具争议的传统，如斩首等酷刑。这种传统与现代世界的法律理念形成鲜明对比，也让沙特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沙特现任国王为萨勒曼，作为王国的核心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据说由于沙特的石油财富极其丰厚，国王的生活也堪称奢华。例如有传言指出，萨勒曼国王出访时所搭乘的飞机内部，甚至连电梯都是由黄金打造的。然而随着国王年事已高，国家的许多重要事务已逐渐交由其第8个儿子小萨勒曼来主持。小萨勒曼以其年轻果断的作风迅速崛起，成为沙特政治舞台上的新星。沙特的君主制度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紧密相连，凭借丰富的石油资源，沙特王室牢牢地稳固了自身的统治根基，并在国际国内都维持着强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沙特独特的宗教与文化特色也为他的君主制提供了深厚而坚实的根基，使得他在全球少数几个还保留着国王的国家里显得格外与众不同，独具一格。总而言之，沙特阿拉伯的君主制度与其独特的地理、经济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在这个国家，传统与现代奇妙交融，既展现了浓厚的历史韵味，
又在全球化浪潮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一名，英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简称英国，是一个位于西欧的岛国。虽然国土面积仅位列全球第80名，但这片土地曾经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版图最为广阔的帝国。作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英国的国王不仅仅是国家象征，也是英国历史与文化的缩影。说到英国皇室，很多人脑海里最先浮现的就是前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1952年登基时才26岁，到2022年逝世时已高寿96岁，在位时间长达70年，是英国历史上统治最久的君主。在她的统治时期，英国经历了殖民地的独立浪潮以及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她的全球影响力早已超越了英国本土，成为国际公认的象征性人物之一。随着伊丽莎白二世的离世，她的儿子查尔斯三世在73岁时登上了王位，创下了英国历史上登基年龄最长的纪录。他同时也是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王储，从出生到最终登基等待了整整70余年。查尔斯三世的即位象征着英国皇室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但这个拥有1000年历史的王室依然是英国国家与文化的核心之一。那么除了英国，你还知道有哪些国家至今仍保留着国王吗？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不知道今天介绍的这21世纪仍保留国王的10个国家，哪个最让您印象深刻呢？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